好，大家晚上好，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直播。今天的内容呢是老范读评啊，就是每周三的老范读评。最近鼻子不知道怎么起了个红包啊，这个稍微的有一点点狼狈，换个眼镜。股神又发功了，前天做完 OpenAI 泡沫节目，美股 AI 暴跌，亚洲股市都跌停了啊！忘记下午来沙发了，好吧？这个我不是股神啊，我亏了呀，啊，我都在里边待着呢，我哪是股神？股神应该跑了才对啊！我还专门是在 Taco 的时候转回到一些比较重仓科技的基金里去。结果就亏了好多钱嘞，而且不光是股票亏了，对吧？这个叫做什么东西，比特币啊什么的都在亏啊，现在很惨啊，这两天，哎，但是也还好了。下午忘记沙发了啊，晚上好啊，晚上好。那么我们来准备今天的老范读评，然后今天的这个叫什么呢？明天的视频还没放出来啊，不要着急，一会儿来放。哎，把屏幕稍微的摆一摆，搞定。好，开始了。第一条啊，这个大模型刷抖音会变傻这条，有人说了，说大模型的苏斗啊，这个是不是就是巴甫洛夫的铃铛啊？巴甫洛夫是做这个条件反射的这个科学家啊，就是拿铃铛一晃，这个狗就开始流哈喇子啊。一开始是呢，晃了铃铛以后，它就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吃饭啊，后来就是不吃饭的时候晃铃铛也分泌哈喇子。这个事儿呢，可以这么去理解吧？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让 AI 啊获得这样的条件反射的，要比人要容易得多啊。250篇文章对于它的整个体量来说，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状态，啊，它就被驯化了啊，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啊哈，这个哥们儿后边还说啊，幸亏我抖音在刚出来的时候只体验了2个小时就卸载了。就很多人会去觉得，哎呀，我就讨厌刷抖音啊，我就不喜欢刷抖音啊，我讨厌刷抖音的人，然后这个他们都很蠢，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啊。为什么呢？就我并不是说刷抖音就多么高大上，虽然我经常刷抖音啊，我这个首先要承认一下啊，但是你想刷抖音全世界有这么多人在刷抖音，有这么多的内容通过抖音在传播，有这么多的交易通过抖音在完成，甚至通过抖音在分配，啊，那你说我就完全不看这个东西，你相当于是把世界的很大一部分都直接扔掉了啊，这个事儿是不对的。我们能够很好的刷抖音，刷完了以后还可以去了解说，哦，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啊？大家在抖音上看什么？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我们是通过抖音再去观察世界，当然了，也为我这个喜欢刷抖音的人找一个小借口啊。好，那么这是关于刷抖音的事情啊。再往后，上周读评里头有人说了，在美国残障人士可以依照法律控告商家不合规，比如没有专属停车位、没有轮椅通道、洗手间轮椅进不去等等，100%胜诉。可怜那些老旧商场不得破费改造，否则输官司、付罚款啊。这个是在中国呢，就是它就没有，对吧？中国有大量的这些无障碍通道建的时候有啊，然后也审批通过了，但是呢，后面就通通被堵塞了啊，因为他们希望堵塞这些，叫做什么的人呢？叫做这个比如说外卖啊，或者是其他这种车辆啊进入，对吧？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侵害了这个残障人士的权益。但是你在国内，你想起诉他们就很难啊。这个中国的法官基本上喜欢抹稀泥啊，虽然他是有相应的法律要求，但是你想在中国把这个官司打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再往后啊，说这个老范可能没有真正思考过机器人如何能够替代替代手板厂工人那双操手。这个对机器人而言，跟被辞退的那些白领干的工作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难度。随便找几家做灵巧手的企业问一问就知道了。人手上光是那些神经密集程度，就让传感器窒息了。这件事儿呢，手办厂吧，应该是不是手板厂啊？手办厂。手办呢，可能你一开始雕刻和什么这一块呢，现在大概也都是3D 打印的吧，应该也没有那么多的手在上面折腾吧。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不要去想象机器人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啊，现在还有很多那种工业机器人，就只有个机械手这种玩意儿，他们其实是可以把一些叫什么呢？就是固定重复性的工作做得非常非常好啊。你让他去每一次做创新可能很难，但是你让他重复干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些工厂的工人压根就不会被这些使用灵巧手的这个人形机器人替代，他们会直接被这个固定在地上的机械手替代啊。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换一个思路来思考这个问题。看看这边有人说什么啊？比特币还好啊，ATH 这就算了啊。这个我反正就是比特币、以太坊，反正也看着在下跌吧。再往后啊，说这个亚马逊向中国税务机关报税这一条有一位朋友给我补充了信息啊。他说的，我就是做亚马逊的，亚马逊报送的金额是按照销售额扣除退款费用的销售额这样报送的，但是这是有问题的，因为亚马逊没有扣除平台收取的物流配送、广告费用，买家买家真正拿到的只是亚马逊报送金额的40%的钱，如果按照亚马逊报送金额交，利润都没有销售额大。这还做个屁啊！亚马逊简直就是搞笑来的啊！看来亚马逊这个还确实是很懂中国税务机关吧。而且这一次的大报税呢，可能真的会要开启中国的通货膨胀了啊！因为中国在过去的就是疫情以后的这几年吧，其实一直在滞胀，就是价格在不断的走低东西变得越来越便宜，但是呢，依然卖不掉的一个状态。而这一次的话，那就是如果电商都开始交税了，还不光是电商哦，还有人要交税啊，比如说饭馆对吧？现在饭馆的所有数据都被外卖平台给报送了，报送完了以后，这些饭馆就要挨着个去交税，所以我们以后可能就没法吃到这种便宜的套餐了，以后这些套餐都会变得极贵啊，因为里头有税钱，对吧？这一块是会变得很麻烦的，而且像那种比如1分钱奶茶。什么1分钱这个瑞幸什么这种东西啊，那它这个税就会比较难算了未来可能过个几个月吧，咱们会看到身边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这个才是真正比较吓人的再往后说，搞不好会加深躺平状态，到头来税收的更少了这个事儿呢，中国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躺不躺平是个人的决定但是中国的很多税呢是早就规定了，就是我们规定要这么收，但是他一直没收现在突然说我要开始收了，那就一帮人开始哭嚎呗，然后你还不能说他加税了，他说我一直这么规定的，对吧？他是这样，只是我现在有能力去收了这个跟国外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差别，国外可能规定了他就开始收，对吧？而且我一旦开始规定了收这个税呢，前面的就既往不咎了，而中国喜欢是。我早早的就给你规定好了，这些也说这个也收税，那个也收税，然后呢，这个突然有一天说，哎，我们今天要开始认真收了然后以前你们逃走的统统给我交回来，所以这个事儿你真躺得平吗？没那么容易的。对，点赞了没有？大家都要点赞哦。
便宜卖不掉是通缩啊，不是滞胀，好吧？那就算通缩吧。那反正是我觉得这个涨价应该快要来了，正好跌到9开头补仓啊。这个大家这个投资理财呢，各自为各自的行为负责任啊，这个我们是不负责任的。来了来了，好不容易赶上一次直播啊，欢迎。老范说对啊，少量手办都是光固化，刚入台拓逐 H2S， 这是什么东西不了解啊？天天打不停，男人的千万别入手，天天机子停不了，这个就不了解了。已经连续3天不停的打，这是个什么游戏吗？好，我们继续读评论啊。这个 Grookeypedia 啊，有人说了，说警察过度执法，这是事实，无论什么人种或者身体状态。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每一件事情里头，其实都是有很多的方面、很多的因素，对吧？这个我记得原来我特别喜欢看的一个美剧啊，叫做《警察世家》啊，英文叫 Blue Blood 啊，那个里头呢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桥段，说这个也算是一个男主角吧，叫 Daniel Regan， 他呢是一个警探，他有一位这个嫌疑人啊，也是迫害了很多人的一个嫌疑人，然后最后约他到这个叫做什么呢？约他到一个小坟头上。说那个，而且这个约去的时候呢，这个人就始终手背在身后，这个他说我现在就要给你设一个局，是一个设什么局呢？就是我现在要朝你开枪了，然后呢，这个看看你反应过来反应不过来，突然就把手伸出来啊，然后但是这2个手都是空的啊，就是没有枪，然后这个 Daniel Regan 就马上条件反射似的掏枪，砰砰砰把这哥们给打死了，然后就调查嘛，说你到底是不是过度执法了呀？有什么问题没有啊？然后就这个调查嘛，然后他说那咱们这个也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解释吧，他确实身上没枪，对吧？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凶器，但是我还是把他打死了。他说呢，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他杀了多少人，然后做了多少坏事儿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在一个完全封闭的或者说没有任何其他人的这个干预的情况下，他突然做了这样的一个反应啊，他说我们今天测试一下所有到场的这些算陪审团吧。他也关上这个灯啊，说咱们现在黑暗的情况下，然后呢背手到身后，然后突然伸出来，然后所有人都是要下意识的朝他开枪。他说这个是没法避免的。但是你说，我们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要去审这个案子啊，那你说什么样的情况下，比如说应该算是过度执法了啊，让这个警察被罚款、被停职、被开除，还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说你算是一个过失杀人啊？你必须要去为这个几十亿美金的黑命贵的这样的事件负责任，然后你必须要去坐10几年的牢。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每一件事情它都不是独立的啊，在这件事情上，那么在这上呢，你说，他有这个吸毒史，然后这个犯罪史，然后有什么样的情况而且呢，这哥们儿好像还是一个比较强壮的哥们儿吧，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被这个执法死掉了那么有没有过度的地方？应该有这个事儿应该有但是警察这种职业呢，本身就是一个在法律边缘上工作的一个职业，他们也要保护自己嘛那到最后说那你现在需要承担这个杀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对吧？那警察就也只能如此了嘛。那你说在这个事情上，警察过度了，那你说对警察判这个10几年的刑算不算过度呢？对吧？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能够心平气和的把这事摊开来说就完事儿了就没有必要说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那个事儿就是那样的，这部分是事实，我要强调一下，那部分我可以把它忽略掉，这个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天朝的法律一直都是完善且模糊的只不过都是选择性执法，逃不掉。不对，选择性执法就是大部分人其实逃掉了看剩下谁没逃掉谁倒霉。3D 打印机这个是拓逐3D 打印机，好吧？
这个我是没什么兴趣啊，因为我在 3D 打印机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刚开始普及的时候，我就去研究过这个东西。为什么没兴趣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普通人对于 3D 模型的掌握实在是太难了，对吧？你说我在网上下载了一大堆模型，然后去打这个事儿，总觉得没有那么好玩，对吧？但是你要想自己去做一个这个3D 模型，还能做的好玩好看，然后做出来的东西可能还能有点用的话，我觉得实在是比较难。像 Tinyfu 就买了一个3D 打印机，然后在那玩了好长时间以后，说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但是最后啥也没做出来啊，所以我就从来没惦记去整这个3D 打印机这种东西。对，看到了啊，这个谁没逃掉谁倒霉啊，抢椅子是吧？这个其实不是抢椅子，而是怎么说呢？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它有很多灰色地带啊，把你摁住了呢，你就可以说，哎，我给你孝敬点什么啊？这个是不是能混过去？你像中国的这个消防也是这样啊，消防它是有明确的规章制度，说哪些合格，哪些不合格。但是现在中国消防就完完全全被消防队这帮人做成这个，这个自己去收回扣啊，或者搞这样的事情的这个事情了，对吧？就完全没法整，对吧？那你说我这个消防到底合格还是不合格，对吧？你不合格的，你肯定没法去营业啊。你合格了以后照样起火，然后起了火以后呢？消防队其实通常也不会负什么样的责任或者受到什么样的处罚，他只能说，哎，我当时检查的时候是合格了，后来你又把它改装了啊，或者是我只是抽查没有那么严格而已，他就会变成这样啊，就是就算是你把他逮着了，最多也就是有1个人、2个人啊，是我们这个别的同志啊，这个意志不够坚定啊，被腐蚀了，也就如此了，所以这事儿没法整。主要是自己建模不好搞，是的，这个建模太痛苦了。几个主要的建模工具使用起来的技术门槛对于普通人比较高啊，是的，现在绝对达不到说我举个手机拍张照就可以把它建模建出来啊。这块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等这个3D 模型出来，比如说现在腾讯做了一个3D 模型啊，叫做浑圆3D，然后那个谁呢，字节也做了一个叫豆包3D 啊，但是我都没试过。如果这些3D 模型本身已经可以，很好的去运作了，说我照相或者通过语言描述就可以，通过 AI 大语言的这种3D 模型直接生成3D 的这种建模的话，可能这些打印机就会变得很好玩了啊。但是至少目前为止还是，有点距离。消防好像国家标准和地方的土政策有冲突，哎呀，这个各种的都是县官不如县管。每次运动执法被逮到的啊，都是钱没给够的。这个有的时候你也看是不是撞到枪口上了，你撞到枪口上给够钱也白费。新车咋样？哎呀，可舒服了，那新车开着。我本来想去现场拍的啊，但是我现场用的是就是 Osmo 360，拍完了以后呢，我看了一下片子，效果其实不是很好啊，所以我准备过2天真的坐在车上跟大家去拍一些啊，用这个比如说像Nano 啊，用这样的相机去跟大家拍啊，这是我准备去做的事情。而且这个电车真的是比油车爽太多了啊！这个当然你说着火这事肯定是没法整啊，这个咱们还是要承认的啊。这个说到车的事儿呢，就跟大家讲一下吧。第一个呢，上来说啊，你是不是被烧死了？什么这种人呢？请礼貌一点，对吧？你每一次盼着别人被烧死，这个你说你有多恶毒啊？这样的人啊，然后呢，这个也是小米到现在有几十万辆车在街上跑了，对吧？特斯拉可能有几百万辆车在街上跑了，也都起过火，对吧？那么你就觉得，哎，这个有人买了小米就要被烧死，这个事儿很没意思啊。然后呢，电车呢确实很跟脚啊，就是说它的动力很强，要比我原来那个油车的动力强太多了，简直是什么时候踩什么时候有啊。这个还是非常非常舒服的。然后叫什么呢？它的音响真的很好啊，这个没什么好挑的。原来在油车上呢，比如说我想听个音乐啊，然后你要想再放导航呢，就很麻烦了，对吧？导航说话的时候呢，这个音乐就会暂停啊，或者说静音，然后待会儿会接着播。然后我呢还特别喜欢，比如听个小说什么的，TTS 嘛，听个小说。
那么导航完了以后，等于中间这几句话就没有了啊，那个实在是很讨厌。那么现在呢，就这个导航在我身后啊，在我耳朵后面，在头枕上发声音，然后呢，这个听小说也好，听音乐也好，是整个车里边的环绕立体声，相互不打扰啊，这个还是非常非常舒服的。然后有一点我觉得挺逗的啊，我去提车的时候，人家说，哎，说你这个车里头是有三角啊，就是咱们现在验车的时候都需要那个三角警示标志嘛。然后呢，有这个拖车钩，还有一个反光背心儿。我说我以前验车没需要反光背心，我去年还是自己开车去验车的。我说不需要这东西啊。他说反正现在就是需要这玩意儿了啊，有这个反光背心，有拖车钩。后来我说那你的灭火器呢？他说现在验车不需要灭火器了。我说以前验车是需要灭火器的啊，现在验车不需要了。我说好吧，我说反正这种车是不是着了灭火器也白给啊？然后那个交车那小姐姐就跟我乐，特别逗。我说好，这个反正着了火还是要赶快跑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这个反正是验车的一个情况吧。而且现在这个车呢，就是各种的自动功能啊，就是多的非常多，这确实是个大玩具。这个像以前的这个油车呢，你基本上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交通工具，而这种电车呢，你可以把它当个玩具啊，挺好玩的。等回头等我上车了，给大家去拍些视频来啊。送啥玩意儿了没啊？没送什么，就是送了个破窗锤啊，送了个这个帽子啊，帽子其实我就有，但是他送了个白帽子啊，然后还送了个墨镜，这些其实对于我来说没什么用。刚才一句可舒服了啊，油管马上跳出了健康管理的广告，好吧，这个这么神奇吗？车买了自己用着开心就好，就是这样的。对啊，你像我原来开的那个福特探险者，你说他有出过车祸吗？有。死过人吗？死过。他毕竟卖了那么多嘛，你说有没有着火的？肯定也有，对吧？这个大家就习惯了就算了。好多车友也是用了电车回不去了。对，电车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跟脚啊，就是动力真强。来了点赞啊，欢迎。停车位装充电桩了吗？啊，没有，我们家不是这种固定停车位，所以没法装。但是院里呢有一堆充电桩啊，我准备明天等别人都去上班的时候，我去充一把去。我那车买回来还没充过呢。这几年出来好多油车的音响也不差啊，只是发动机噪音大啊。对，这个车是没有发动机噪音的啊，开起来可能除了这个叫做胎噪之外，基本上听不到什么声音啊，还是很爽的。灭火器绝逼没用，是的，这种东西着火，灭火器是没什么用的。哎，其实油车着火，灭火器可能还是能够压制一下，我觉得。但是电车着火，灭火器基本上没用。电车实在是太重了啊，影响操控啊。没有，这个车操控可好了，可爽了。好啊，我们继续读评论。这个$20,000的家用机器人啊，有人问了，说这个他怎么能避免如果机器人失控，把家里头和人又打又砸的，这咋办？这个离那一步还很遥远，很遥远啊。这个如果机器人真的在家里又打又砸呢，其实你不用担心机器人失控，而是应该担心什么？黑客入侵了啊。就是有黑客入侵控制你们家机器人又打又砸，这个事儿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这种事儿其实就很难避免嘛。而且在这个视频里我也讲了啊，就是他这个公司融到的钱比较少，所以要做一些比较激进的事情。压根儿他就没想到这么长远的事情啊，所以想太多了。还有啊，说10万人民币内啊是可以考虑的。家里的老人能半自理啊，情绪不好，与后辈不能一起生活，又不放心他独自生活，去养老院成本高，质量低啊。如果有些简单的工作，机器人可以自主完成，复杂的可以人工遥控。我出差就可以兼顾家里了，老人出问题可以直接120叫医院，机器人开个门啊。这个现在其实已经有一些这样的机器人在上岗了啊，而且没有10万，很便宜的。那些机器人就不是人形的啊，它底下是轮子的。
因为人形机器人啊，你想把一个老年人搀起来或者抱起来，它很不稳定啊，所以这个下边有轮子的这种机器人会效果更好一些。这个我觉得反正以我的年龄肯定能用上机器人养老啊，这个事儿是不用太担心的，对吧？这个我觉得可以这个好好的期待一下吧。再往后啊，鱼油居然是山东德州产的，这条有人在评论说，只要出口了啊就能合格，让外国人帮我们查一道啊，这个事儿是真的，就是我们只要出口的产品实际上都是符合人要求的。你比如说吧，这两天国内在炒一个什么事儿呢？比亚迪在日本卖 Kika，就日本是很喜欢用那种 Kika，就是那种很小的那种很方盒子那种车。然后呢，比亚迪的车呢，本来想去卖6万块钱一辆。后来日本人不干啊，说你必须要涨价，你不涨价这事儿不行。他最后是卖到12万然后日本人还是觉得这车实在太便宜了啊，就是按12万人民币吧。说这个没有利润还怎么办啊？铃木的这个老伴就在那个基本上算哭诉啊，说我完全无法理解一个完全没有利润的车厂它到底是怎么生存的。但是你要相信，比亚迪送到日本去的车一定是符合日本规则的。对吧？日本甭管规则多严啊，他敢在那儿去卖，一定是要做到符合规则，而且他可以把车做到6万块钱一辆6万人民币一辆车，还是电动的啊，估计什么空调彩电这个什么什么大沙发啊，空调冰箱大沙发叫彩电冰箱大沙发肯定都配齐了，对吧？各种的 AI 功能都给齐了啊，所以日本人肯定觉得这玩意儿还是挺爽的啊，所以这块估计是够他们喝一壶的。而且比亚迪现在在英国其实卖的也还可以啊，一个月也能卖个几千辆车了啊，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强的。英国人也是觉得这个后脊梁发凉的一个感觉，对吧？所以就是中国人只要出口的东西都是能够做到合格的。在这儿呢，就是想说，为什么中国的电动车去不了美国？有人说，是不是因为美国罚得很？千万别想这个。你只要让咱去，咱总能做出合格的车来啊，然后让你罚不着钱，或者说罚了以后我就跑了啊，这个一定是最后大浪淘沙能够做出一些合格的车出来的。所以中国车去不了美国，肯定还是美国给的一些限制啊，否则早去了。这两天呢是世界上最大的鱼子酱生产厂商也要上市了，也是一个中国厂商，对吧？这个还是很开心的一个事情。就是原来这个我都真不知道这个鱼油是山东德州产的其实中国好几家做鱼油的这个厂商这是因为德州的这个公司要去上市，我才发现居然是这样的确实让我大吃一惊。电车等于把以前100万跑车的驾驶体验移植到家用车了。它是这样，就是像苏七、玉七这种车呢，你真的上赛道上跑，肯定比100万跑车还是有差距的啊。这个因为它的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很多人去，特别是赛车手开这玩意儿就直接甩出去了，它确实是沉但是你像我们这种，比如说你开到这个120以内的这种或者140以内的这样的这种速度的话，基本上是不需要为这件事儿去操心的。其实大家都尊重客观事实，大家烦的是雷军指鹿为马，他是民营企业家，有什么这种特权资格？没有什么特权资格呀。大家关键是有没有人被处罚，对吧？你比如雷军说了，说我这儿讲了一什么什么话，然后我后头还为了害怕处罚还写了一小字儿那他被处罚了吗？他没有被处罚，对吧？然后像华为这样的这个他就在这吹牛了，我就是世界上最强，我就是遥遥领先。他连小字都不写，他被处罚了，他也没被处罚，对吧？然后我们现在逮着一个写小字的说你怎么这样，对吧？然后这就属于妥妥的双标，我告诉你。而且我觉得这样就是一帮人在那问候说你有没有被烧死这些人，你站在我面前当着我面说，你好意思吗？你张得开嘴吗？对吧？然后你站在小米的店里头，然后你给每一个小米车主说你有没有被烧死，对吧？这种人你说是不是有神经病？
今天也跟车友讨论了中国人买车的心理，不是国人买车是想买一个行宫啊，这个制造商是为了迎合这种心理，不断的在上面堆各种娱乐设施。其实不光是国人，全世界人都这样，只是国外人呢，他控制的很好，对吧？我这个，比如说$10,000的车，我就尽量不给你加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啊。然后$20,000的车，我给你加一点点，然后到$100,000呢，我给你把它都加齐了，对吧？他是这么干的。中国人就属于是，我造不出$100,000的车来，我造出$100,000的车你也不买，我干脆造个$20,000的车或者$30,000的车，然后我在上面把所有这个该给$100,000车加的东西我给你加齐了，对吧？其实那些东西本身并不贵。即使在美国造车，你加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它也不贵，只是呢，他们靠这种品牌规划的方式给你去掉了而已。大众对机器人的印象被科幻片带歪了啊！关节做的那么大的功率密度啊，比人力气大好多倍啊！这厂家傻呀？对，绝对不可能干成这样的啊！Key car 啊，对 Key car。那种小的好像是比 A 还要小，反正我在日本是看到很多这种车，在国内就没看着啊。这国内好像基本上没有这些东西啊。天泉鱼子酱啊，就是鱼子酱这个东西，因为我本身是不吃这个东西的，吃寿司啊，所有跟鱼子相关的东西都不怎么吃，因为特别腥。喜提新车啊，不找个赛道刷2圈去吗？这个我就不费劲了啊。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有一辆车开着这个不限行，我就很开心了。所以我明儿一定要开车出去晃一晃啊。这个原来我礼拜4限行啊，这个礼拜4不限行了，我要好好嘚瑟一下。华为不一样，华为是宗教品牌啊，不讲任何道理啊。对啊，所以碰到一个讲道理，大家狠狠骂他呗，就这么简单，对吧？小米讲道理了，我们就要骂他啊。这个欺负人一定要捡这个老实的欺负。今天那个谁来着？第一财经啊，干了一个特别牛逼的事儿，上来说啊，这个有些国内车企啊，号称这个3分钟大定20万啊，然后还放了一个小米的照片啊，但是就不说小米的名字。但是呢，每个月的销量仅有区区的2万台，然后被一帮人嘲讽了啊，说这个在中国卖的所有这些车里头啊，这个月销超过2万的大概一共10几种。啊，这个10几种里头，超过25万的车一共只有3种啊，是超过就是月销是超过2万的，对吧？第一个是这个特斯拉的 Model Y 啊，第二个是小米的预期，第三个是这个问界的可能是 M7还是 M 几啊，但就这3辆车。然后呢，小米预期的这个销量还要比问界的高，说这是所有国产型号里头。啊，月销最高的一辆车，对吧？特斯拉不算国产型号嘛，然后到你这儿叫区区2万，然后呢，一帮人就看说你这个第一财经的有1000多万粉丝的抖音账号上，每一条视频只有几百个点赞啊，你有脸说你这个粉丝是真的吗？一帮人在那儿嘲笑他，对吧？有些事儿他就是这样的。这个记者的笔呢，就是。我记得我当时是去走访这个澎湃新闻的总编啊，因为当时要投资他们，他就跟我讲说，记者的笔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多加2个形容词，少加2个形容词呗。2万啊，月销2万这个东西叫事实，但是你前头写的叫大卖2万还是区区2万，就是形容词，对吧？那么你加上形容词以后，就很容易把一些不是特别有脑子的人带歪掉。其实严格按照广告法定义啊，这帮做电车的都有违法嫌疑。小米的就已经算好的了啊，真的。然后咱们就逮着一个最讲道理的欺负。这么说吧，华为我都不稀罕讨论和看一眼啊，这玩意儿就像中药和中医。华为其实有些东西做的挺好的，特别是像自动驾驶这块，华为在国内绝对是第一梯队啊，这个我们还是要承认的，实事求是啊。Key Car。没有引进，之前铃木有出过几款，但是它败走之后就没有 Key Car 了。哎，像咱们以前看那个大发面包车那东西算 Key Car 吗？叫面的嘛那玩意儿。我作为第一批 Model Y 啊，我要说的是，我跑不过大众高尔夫。
不应该吧 ？Model Y 跑的高尔夫应该是很轻松的呀，为什么会跑不过高尔夫呢？这个我觉得不应该啊。就我本来也是想买 Model Y 的啊，这个事儿要跟大家讲清楚，只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买不了而已。不光 Kika 不好卖，小型车 A 级车 A 加也卖的不好。那你像国内这种，你这个5、6万块钱可以买一个 B 级车或者是 C 级车，那你说你 A 级车你到底卖多少钱呢？而且很多 A 级车实际上是被老头乐直接给侵占了啊。Mini One 啊，这个面包车跟 Kika 还不一样，Kika 的尺寸和内耗上啊，这个更极限，好吧？这个啊面的算 Mini One 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金杯啥时候出续航300公里以上的电车？价格不高的话，挺香的啊。金杯就不知道，金杯好长时间没听过他们名字了。这公司还在吗？跑不过，起步会快一点，后续就没力气，跑不过人家了。啊，这个就不知道，起步肯定是超他没什么好说的。小鹏发布会的 Iron 机器人聊聊看，挺火啊。Iron 这种机器人会不会其实不是概念，而是下一轮生产力的实体入口啊？这个我觉得小鹏呢，还是先这个把车卖好吧，其他的都没那么着急。华为智能驾驶做的再好啊，但是不能骂，对，这个是不能骂的啊，这个事儿是比较讨厌的。但它确实是做的挺好的啊。跑弯道可能高尔夫有优势，高尔夫这个 GTI 真的是很厉害啊，这个我觉得是啊，弯道可能是他们确实有优势。电车长时间高速会跑不过油车啊，电机过热啊，这块儿还好，因为你毕竟有风冷嘛，你高速已经跑那么快了，还是可以的。好，我们继续读线上评论啊。美塔暴跌，带崩美股这条，有人说了啊，说假设 AI 和机器人取代了大部分人的工作，导致大部分人没有收入，那么 AI 和机器人制造的商品卖给谁呢？我不相信科技发展会导致人类分化成两个物种啊。我觉得 AI 机器人最终会降低大多数人的工作时间。现在996以后，只需要很少的工作就可以了啊。有了时间，有了自由，人就可以创造出很多东西。这个呢，都属于美好的愿景啊。这个到底会不会向这个方向走呢？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啊。这个，特别是今天早上这条马斯克访谈里头，其实他也讲到过这个问题，对吧？他说我们只能是向这个方向努力。还有人问啊，说老范也有美塔吗？这几天真的很刺激啊！我的第一大持仓美塔一夜回到解放前，应了那句一切如梦幻泡影，悟到了。老范是不买个股的啊，这个个股做多做空，或者是直接持有个股，还是挺麻烦的一个事儿。啊，我呢都是属于买这种，比如说科技股基金啊什么这样的啊，这个对于我来说会省事儿一点。所以呢，个别的科技股的这种涨涨跌跌呢，会有影响，但是影响没有那么大啊，因为反正确实是变化了吧。我昨天看了一下，还是跌了不少的。还有人说啊，老范多讲讲科技股吧，你这块有经验，对业务未来也有感觉。上次听你讲阿里的估值对标亚马逊，我买了点阿里美股，我没看到泡沫破裂的样子。市盈率3季报和国内的产业相比强太多了。这个事儿呢，首先要跟大家说啊，我原来是做一级市场投资的。一级市场投资啊，像股市叫二级市场啊，就是我们以前在这个上市之前的公司叫一级市场。一级市场跟二级市场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这种区别，就是一级市场呢是看业务的，啊，看你的这个整体的方向啊，看整个执行，看这些东西，啊，最早期的是看团队啊，后边是看你的产品啊，看这些这个技术啊，看逻辑，而二级市场更多的呢其实是看报表了，就是一级市场可能很多是像我这种，比如工程师也好啊，或者是企业里边混到一定级别的人来好啊也好来去做。二级市场都是一帮做金融的人在去玩，所以呢，我跟大家讲的这些东西啊，就是用一级市场的逻辑来去看二级市场，
这个玩意儿呢其实是不准的啊，因为二级市场有它自己的独特逻辑啊，这块我是不懂的，我自己也不怎么炒股啊，炒股也是会亏得很难受的，而且我炒了股以后会心态失衡啊，这个事儿，所以呢就我自己这个就千万。我自己不怎么炒股，所以千万不要以老范的这个建议去炒作股票啊，我是不负这个责任的。所以大家听个故事，听个热闹啊，挺好啊。这个炒股这个事儿啊，别听老范的。还有人说啊，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好用的搜索能够模拟人点开显示页面有没有好的爬虫？这个事儿呢，肯定有啊，但是爬虫这个事儿呢，最后还是要自己写。对吧？为什么呢？因为爬虫是个很小众的需求，绝大部分人他没有这种需求啊，而且很多的网站是有这种防爬虫功能的。我比如说吧，今天啊看到一个消息，亚马逊干嘛呢？亚马逊把 Perplexity 给封了啊，因为 Perplexity 里头是可以进行亚马逊交易的啊，但是呢，你是需要在 Perplexity 里边去订阅会员以后可以去做亚马逊交易。亚马逊今天就直接把它封掉了，说这个该挣钱啊，该收 AI 的这个会员费啊，该收广告费得我收，凭什么你收了然后上我这儿交易啊？这事儿肯定不行，对吧？这个看看明天是不是准备讲一下这个故事啊？这个因为当年淘宝就把百度封了啊，也是这么干的，说大家上百度买了广告以后，然后跑到淘宝买东西来了，这事儿不行啊，我是要挣广告费的，这个所以很多人觉得亚马逊也好，淘宝也好，它是做电商的，其实不对啊。亚马逊跟淘宝他们做的活儿叫做搜索和广告啊，他们不是做电商的啊，所以在这一块上，他们肯定是要去跟别人折腾一下的啊，所以这个回过来也是说，爬虫这种东西呢，还是啊一个很小众的需求啊，所以它不会有特别好用的啊，因为这个网站会不断的跟爬虫做对抗。再看看啊，印象中这个金杯是华晨的啊，这还真不知道。华晨宝马吗？这个华晨后来不是做宝马去了吗？按照安全驾驶的标准，油车、电车其实都一样啊，毕竟不能一直开车不休息啊，是这样的。哦，我今天已经去试那个什么了啊，这个电车上是有这个自动驾驶嘛，自动辅助驾驶。在小米上你要开自动辅助驾驶呢，先要干第一件事是刷题啊，就是你先不能开，你不刷完题，它是不允许你开这个功能的啊。然后我昨天白天去的时候就没有刷题，忘了，然后就都不让使，然后等这个晚上回来呢，就把这个小米自动驾驶的这一堆题全刷了一遍啊，看视频刷题，刷完了呢，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就全打开了。它这自动驾驶功能是绑在账号上的，就是谁开这个车，谁就进到这个账号里去。然后呢，这个你如果刷过题，它就让你用啊；没刷过题就不让你用。这块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负责任的吧，对吧？你像我去试驾特斯拉，他们就让我用自动驾驶，这个事儿就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吓人啊。然后小米自动驾驶呢是大概一共是几项吧，一个是这个高速领航啊，就是今天其实我也没走高速，就是到这种城市快速路上，你到那儿呢，它就会提醒你说你现在已经进入这个领航路段了啊，你要想开呢，你就摁一下啊，我一摁啊，它就进入领航路段，就跟着前面车开呗，也不变道啊，啥也不干，它就往前开了。然后呢，这个到快下的时候啊，因为它有导航嘛，快下口的时候，他说我现在要快下去了啊，你接管吧，后边我不管了，对吧？你就接着这个稍微点一下刹车，自己接着开就完了。啊，然后呢，这个停车啊也是很方便的，就是你开到停车场，按一下这个自动泊车键，然后告诉你我要停哪个位置，它自己就吭哧吭哧开进去了啊。这块还是比较舒服的。我准备明天给我太太演示一下啊，她原来不太敢开我以前那个车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害怕停车，现在呢既然有 AI 替你停了，这个就好很多了啊。然后第三个是什么端到端辅助啊？这个好像是要自动驾驶达到1000公里以上才给你开啊，我现在还达不到那个标准。想问一下，我现在主流的互联网信息获取全都是外网，除了微信和支付宝，我这样人多吗？多呀，对吧？我可能
我还是刷一些啊，我刷小红书和抖音啊，但是其他的基本上不刷了，什么今日头条啊，什么这些东西基本上不看了。无师自通1、2级市场联动啊，妥妥股神没有啊，2级我是不敢沾的啊，那个太危险了。昨天今日说法案例是，这个就是摁投了个搞爬虫偷小说文本的啊，这个是做爬虫这个事儿，在中国算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啊，这个很危险的。亚马逊没有做支付，纯的倒卖流量啊，是没有，它还有那个什么嘛，就是电商其实几块，第一块是这个叫仓储物流啊，就是我给你提供这个底层服务，然后另外一块就是这个搜索和广告。来晚了啊，不晚不晚。其实辅助驾驶来一个驾驶员检测啊，就能提高安全性。之前很多人是开了之后直接睡觉或者刷手机啊，小米是不允许的。小米的那个方向盘后头有一摄像头啊，你要敢睡觉或者说想那个这个看手机的话，它就马上响了啊，滴滴滴就开始提醒你了，对吧？然后那个手离开方向盘啊，双手离开方向盘也是马上就响啊，这块是做的比较严格的，现在至少现在比较严格吧。好啊，我们继续这个英伟达投资诺基亚$10亿这条啊，这个有人说了，说华为给出的价格比人家成本还低啊，这个就是基站设备吧，这个确实如此啊。这个华为因为在中国生产，供应链很完整，对吧？然后工程师很勤奋，而且工资很低，所以呢就可以做所有的这些很便宜的东西。而且其实很多这种东西很便宜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你的检测标准是什么？啊，你光维护标准，然后做检测，这个成本本身就非常非常高。然后华为说，我就自己整个把这一套弄完了以后，我自己过一遍就完了，对吧？所以它的成本确实会低很多啊。还有人说了，说6G 小区天线要是有雷达功能，要有雷达功能，所谓通感一体这个事儿呢，其实，跟大家讲一个小常识吧，就是咱们家里的 WiFi 其实就有这种功能啊，就是 WiFi 路由器就有这种功能，而且它可以穿墙啊。因为我以前投过一个案子，他们就干这个活的，就是我有一个 WiFi 路由器，然后呢，在 WiFi 路由器里加一个程序，就可以确定房间里所有人的位置啊，包括姿态都可以确定下来，即使是隔着墙后边都可以确定下来。对吧？因为我们隔着墙，你 WiFi 是能连上的嘛，啊，它就完完全全可以通过 WiFi 天线把这个墙后边的所有的人的一举一动全都监控啊，当然后来这个项目没有后续了啊，他们后来好像是被宝马投了啊，这个项目，我们是当时看完了以后跟他们讨论了一下，其实当时还没有想隐私的事情啊，像中国人其实想隐私是想的比较晚的，你想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设备在家里的话。这个你所有的这个行动就通通都被看到了啊！这个还是，想一想都觉得挺过瘾的一个事情，对吧？所以这个就是靠电波去对人啊或者对所有事物进行定位这件事儿，其实我们早就有相应的技术了。还有人说华为也是靠政府补贴、地缘政治和“一带一路”收益啊，这个芬兰和挪威啊，芬兰和瑞典只是小国，如果有类似中国国力，补贴和“一带一路”就给不少国这个什么国借钱贷款啊，诺基亚和爱立信的市场份额也是更大。这个你对中国制造和中国研发真的是一点都不了解。中国什么都产能过剩啊，而且产能过剩了以后，我们不会想别的东西，我们就会卷啊，相互竞争。华为也是这么干的。现在呢是大学生开始产能过剩了啊，前面我们讲过中国的什么直播带货呀，什么这个短视频啊，这些东西都产能过剩了。现在大学生也产能过剩了。再往后有一个很神奇的东西，中国要开始产能过剩了啊，博士，对吧？现在大家都在谈什么呢？这个上海交大今年招5000个博士。然后他们的本科生是今年招了4900多个，就是他博士生招的比本科生还多。原因很简单，现在找不到工作嘛，就延迟毕业嘛，所以就是硕士上完了接着上呗，所以你想中国能够产出，比如说一年这个什么时候有这个几百万博士产出的时候，那是一个多么恐怖的产能过剩啊！大家想一想，一个国家一年
可能几百万个博士出来啊，然后这些人可能不停的刷各种科技树，刷各种论文，那是多么恐怖啊！前两天还有一个统计是什么呢？就是按照论文数来排，全世界所有城市谁靠前谁靠后，北京妥妥第一啊，然后是可能是上海啊，然后什么这些啊，然后再可能前10名里头就是纽约呀、什么这些可能是有那么一支鳞片爪露出来，然后其他全是中国城市。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就是这么多博士怎么办啊？刷论文呗，刷完论文，你说这个大家得提高难度吧，得内卷吧，对吧？国内刊物什么这种会议刊物都不行，去刷这个 SEC 去，对吧？这个科学、自然和这个细胞就给我刷那玩意儿去，对吧？这个刷完了以后，那这个以中国人的这个聪明才智，他肯定还是能刷到的嘛。那最后就会发现啊，满篇都是中国人在上头写论文，啊，你说这个是这些论文最后能不能出诺贝尔奖，我不知道，可能过个20-30年，没准是有机会的呀，对吧？那这产能过剩是一个多么恐怖的事情啊！你像现在这个有人在去开玩笑啊，说这个你在美国玩 AI，你不会讲中文，会觉得被排挤了，因为大家开会的时候讲英文，然后一散了会以后，一屋子中国人就开始这个聊天了，对吧？啊，有一些这个印度人也好，或者是白人也好，就发现，哎，你们在说啥，对吧？就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其实是没办法的，就是你产了这么多的人，啊，你总是要去消化掉的，对吧？你为什么美国 AI 的这个公司里头有那么多华人啊？所有 AI 论文引用数里头大概多半都是华人的，他这个真的是产能过剩，我们也不是故意的啊，就是这样来的。然后我看看啊。说英伟达，我知道盛大游戏背后那栋楼现在租给了英伟达，为啥都一直封英伟达，一直在招人？什么意思？招这些人都是做啥呢？我就特别好奇啊，这个，然后又要动不动，动不动吧就被封死的感觉啊。这个英伟达其实招很多的人是做算法的。啊，招中国人去做算法这块还是很强的啊，因为英伟达也好，包括早期的这些显卡厂商都是在中国招人去做算法，而这个做算法的，就是中国做图形算法的人最好的人是哪儿的人呢？还不是这个什么上海交大的，就上海交大这帮人可能是，什么复旦、上海交大，包括清华、北大这些人是做大模型啊，做这块是做的很强的，当然做图形算法这块做的最好的人是浙大的，啊，浙大有一个叫 CGCAT 实验室的一个地方。就是大量的这些图形图像算法相关的人才都是那儿来的，啊，这块我觉得全世界遥遥领先，没有任何问题啊。他们很多在上海招人呢，就是啊，招浙大的人啊，招这个上海交大的人啊，招复旦的人啊，在那儿去做相关的这个研发啊，他们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在那儿去搞这个事儿。WiFi 成像是802.11n 引入的这个吧，这个我就不太了解了，具体细节我忘记了。但是确实是这个已经可以实用了。他们扩招都不是招几十个，一次搞一栋大楼，这个我真不了解啊。因为但是像以前像什么这个呃三星、什么诺基亚、什么在中国研究所都是巨大一堆人啊，包括摩托罗拉中国研究所都是巨多人。然后等到哪天干不下去，然后这些人再散掉，然后各个中国公司把他们拎回来去接着干活去。我之前 web coding 了一个蓝牙设备检测，直接把半径100米内的所有设备都扫出来啊，一堆电车，感觉用来定位也好啊，这个但是蓝牙定位没那么准。像我们以前有一帮黑客朋友，他们就是到酒店里就开始扫，扫完了以后就尝试破解人家的这个 WiFi 网关啊，然后就可以看到每个房间在干什么啊，那个也是挺神奇的。中国大学生多啊，其实很大一部分是上升通道狭窄，是这样的。高考最公平啊，这句话隐含的讽刺啊，是出了高考没别的路可走，那就反正考了呗，对吧？考完了以后，大家可以接着考研、保研啊，然后再接着这个
上博啊，读完博以后，那看呗，再接着卷呗。今天看到一则很搞笑的新闻，中国银行引用了所谓的断供率数据来源标注是科尔瑞啊，结果科尔瑞发布公告说他没有发布过这个数据，好吧，这个我估计是 AI 干的活啊，可能是豆包或者是千问干的活。蓝牙也是看硬件性能啊，这个带 FPGA 的这个就不那么了解了，这块这个我估计应该不是看性能吧，还是应该看这个版本号吧。好，继续啊，这个为什么搞技术的都很难沟通啊？这条视频呢，其实争议挺大，就是我剪这个录完了以后，我老婆拒绝剪，说你这个视频这个太混乱了，逻辑我捋不清楚。后来我这个视频是自己剪的，然后剪完了以后呢，这个因为我对这个视频是很深有感触的啊，因为我经常需要跟各种内行外行去进行跨界沟通的一个人啊，所以我特别有感触去录了这样一条视频。然后呢，这个视频播放的也很差，就是没什么人看，但是评论很多啊，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的人，肯定很多人是心有感触的。就为什么搞技术的人都很难沟通，对吧？有人说了，说哎，我原来是做软件产品经理的，装神弄鬼的真的见太多了啊！我从开始的不懂技术，到后来写需求都设计好表结构，技术实现都要给设计好啊，极少感受到技术人员想要大家一起把事情做好的态度。最后我就离开了啊。这种跨界沟通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吧，值得去讨论一下。还有人说啊，这个老范说出了我的烦恼，这就是拥有决策权的技术官僚存在的意义，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呢，有很多技术官僚被裁了啊，这个就很危险。其实这一次亚马逊裁的1.4万人里头，有很多都是这种具有一定决策权的技术官僚，对吧？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些人的位置现在其实 AI 是不能完全替代的。还有人说技术人员一般来说没有什么激情，混口饭而已啊。这个其实你说的不对，我是见过非常非常多有激情的技术人员的啊，因为我们以前做社区的啊，就是技术社区，没有激情的人是不会来社区的，他们就永远会在那儿保持一个说我原来这个能做完就完事儿的一个状态啊。是有非常非常多有激情的人在社区里边去贡献他们的光和热的。说有天有个产品经理跟我说啊，现在互联网内容太多伪信息了，我们能不能做一个信息产品啊，做一个内容产品，就是100%可信的信息，我直接怼回去，可以啊，你让我当中宣部部长就行了。不知道他理解了没有啊？这个，哎呀，其实很多人都想有这种梦想，你像扎克伯格也想做这个东西，叫真实的这个新闻啊，马斯克也想干这个活啊，就所以才做 Twitter。所以呢，这个想做这个真实信息的这种内容产品这件事儿，不是一个特别难以理解的事情啊。你用这种中宣部部长才能定义真假这个事儿去回怼人家呢，这个有点太坏了啊，不能这样。还有人给我讲啊，说有一种叫逃避责任，对吧？这个因为我是列数了几种这个程序员难沟通的原因嘛，这个确实是这样，逃避责任也是一个原因啊，没有被列进去。说不光是技术啊，跟销售交流也是这样，这个可不可以跟进嘛？这个不行啊，理由1、2、3、4、5，原因就是他不想跟进啊，是这样的，他就是礼貌嘛。他说我直接告诉你不行，你不是会觉得很没面子嘛？然后给你一个理由，然后让大家都有面子，不就是这样吗？所以这个确实有很多人啊难沟通，是因为不想承担这个责任。为什么说在北京想要出头只能够攀关系啊？其实没有的事儿，在哪儿呢？靠勤劳勇敢啊，这个都是能够出头的，只是难易程度而已。而且对于你来说，什么叫出头？对吧？你真当到这个老大的位置才叫出头吗？对吧？这个不是的。你说我在这儿过个衣食无忧，你看我也不跟谁去攀关系，然后在这儿跟大家聊聊天、讲讲故事，不也没什么过不下去的吗？
对吧？你说我算出头了吗？没算，对吧？毕竟是混失业了，但是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啊。蓝牙的事情我们就不研究了啊。它不是说要定位嘛？啊，这是纯物理层的东西，跟协议关系不大啊，好吧？我都不知道有这个视频啊？是吗？这个是，应该是前几天放的一个视频啊，好好看看。你看，没好好看视频吧？这个被抓住了，作业没完成。哈哈哈。这2周我是当4个医生的助手啊，这个好吧，这个大夫很辛苦。我感觉技术难沟通的那集讲的挺清楚，我以前就被程序员坑过很多次，一个需求来了直接说做不了，其实我知道能做，但是他们说做不了，就没办法推进了。现在 Web coding 呗，别费那劲了。当中宣部部长可能未必够啊，这个是。咱这里程序员不少吧？咱说一句实话吧，程序员大部分人是属于能力一般，呃，买完，卖完这一膀子力气罢了，啊，才卖完这一膀子力气罢了，好吧？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你任何的职业里头呢，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平庸的，对吧？你不可能说在哪一个职业里所有人都是精英，这事儿现实吗？这不现实。但是呢，我们会尽可能的选择筛选精英出来和跟精英打交道，这个事儿是我们的自由，对吧？你说我就愿意跟这些平庸的人在一起，那你也会变得平庸的啊，就是这样。上升通道狭窄不等于难出头啊，是一个人的价值是否被得到尊重啊，一个环卫工人，他的社会价值是否等同于一个程序员，这才是问题。这个其实没法衡量啊，这个在不同的国家差异挺大的。新功能啊是要改架构的，基本上都会做不了啊，很正常啊。这个其实好多人是这样的，就是给大家讲一笑话吧，就是有一个大夫啊，他开这个药方子开这个处方的时候呢，字儿很潦草啊。有一次呢，他开了个处方，然后这个护士看完了以后呢，忘记不知道他是什么药啊，就回来问这个大夫说：“大夫啊，您这个到底开的啥药啊？”然后大夫看完了以后，自己也认不出来了啊，说这个何不早问啊？你早干嘛去了？现在才问我，对吧？这个其实程序员呢遇到的很多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原来写的程序啊，他记不住啊，也正常，因为程序员需要经历的，就是需要处理的内容是很多的嘛，他没法记住整个程序的架构、代码都是怎么写的。然后当你要求他去调整功能的时候，他需要去进入到一块儿，可能原来未必是他写的，即使他写，他也想不起来是具体是什么样的功能的一块地区吧。然后呢，去调整一些内容，所以他就不愿意去给你动这个东西。而且程序呢，一直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就是能跑不能跑啊，程序和你自己有一个能跑就行啊。如果程序能跑，你让程序跑；如果你能跑啊，那你就跑啊，把程序扔那儿算了。所以呢，就是我们只要程序能跑的时候，就千万别动它啊。这个是程序员的一个这个，特别是对这种不熟练的程序块吧，都是这样来处理的。所以为啥不写文档啊？文档比代码重要这个文档其实你也写不过来，这个最后阻碍你去了解这个内容的，其实不是文档，也不是代码，而是规模，对吧？当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以后，谁也看不明白。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都 Web coding 去了？即使程序员也要 Web coding，因为AI 可以看明白，AI 会把代码跟这个文档直接做 embedding，然后去进行这个 RAG 搜索。这玩意儿人是比不了的。我就是做过产品，做过开发，我现在很迷茫，是不是要去做销售？我觉得做的东西没人用啊，没人用的东西就，有没有新点子？现在，变成死循环了啊！你可以去试试做销售，看看用户到底需要什么。很多程序员就是嫌麻烦，或者是有些需求不爱做，或者认为跟自己没关系。
对，这个东西就是需要技术官僚嘛，对吧？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就是你镇得住他，镇不住他。如果他发现你不懂的，他就容易糊弄你；如果他发现你懂的，他就老老实实干活去了，对吧？这个，我觉得在任何行业里都是这样的啊。好啊，再往后啊，一年一次的这个一年报一次税的这个，中国税务居民身份证明啊，这个我今儿上午去了，为什么呢？是我在这个就是电子税务局里头呢，没有找到相应的功能，后来人家告诉我说不是在那儿，有一个叫自然人税务局的一个网站啊，然后在那儿呢是有这个功能，你可以直接在网上填报，但是填报完了以后呢，这个叫什么呢？就是现在是2025年11月嘛，它只能开2025年的，它不能开2026年的。所以我在那儿呢，在这个税务老师的这个实际上是个小姐姐嘛，在她的这个帮助下呀，确实是填了一份然后呢，下午给我打电话说那个您能撤销了吗？我说什么情况？她说你这个2025年的还在呢，我就不给你审核了，对吧？你到2026年1月份你再来，我给你开2026年的，对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以后的话，这个 YouTube 也好啊，或者这些亚马逊也好，都会去做相应的报送啊，这个他们都会报，所以我们就老老实实的把这个税务身份啊证明给人报上去就完事儿了，大概就是如此。我呢正常应该每年跑2次税务局啊，一次是开这个税务身份证明，你不开这个就是谷歌会扣好多的税在那儿。你开了以后呢，就没有这个问题。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会去做这个个人的那个收入的这个个人所得税汇总啊，这个是我每年会去跑到这个税务局去做的啊。所以老范的收入都是这个要完税的。这个我具体怎么交税这个事儿呢，我应该是录了一期会员节目啊，这个就不在这儿跟大家去浪费时间了。好啊，继续。OpenAI 上市之时，AI 泡沫破灭之日，有些人说了啊，投资人亏钱不等于高管亏钱，期权在高管套现的需求是这个迫切的啊，这个事儿是另外一个问题。其实呢，很少有人敢让投资人亏钱，因为你一旦让投资人亏钱了以后呢，这个你再往后去融钱就很难啊。这个你比如说像马斯克吧，马斯克其实原来在金融圈里头的名声是很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常让投资人亏钱，这个自己一拍脑袋就干去了啊。这个事儿是马斯克比较著名的一个特性吧。但是这几年好多了啊，这几年这个他已经把股市给拉起来了啊，所以投资人们已经开始喜欢他了，对吧？这个投资人到底亏不亏钱这个事儿，创始人还是很关切的。就如果他想最后一锤子买卖，说我拿着钱跑路了。你可以让投资人亏钱。你说，哎，我想一直玩下去，甭管你在这个公司玩下去，还是想以后再创业玩下去，你就不能让投资人亏钱啊，这是一个潜规则。还有人说啊，也许还没上市，AI 泡沫就崩了呢。黑色星期二啊，对吧？昨天不就崩菜了吗？这个被大空头做空了 Palantir 不就崩菜了吗？对吧？这个大空头做空特斯拉，然后最后把自己亏了好多钱，这事儿是我今天听小翠时政财经里的听到的梗啊，这个还是很有趣的，对吧？这个我觉得稍微有点耐心吧。就是现在的整个股市肯定是在一个拉满弦儿的一个状态，就是大家都很紧张，有点任何风吹草动呢，都会进行比较大的这种波动啊，这个事儿是没有什么办法的。还有人给我做了个算术啊，说现在16%的涨幅，2030年就是273亿营收，写程序已经落后 Cloud 了啊，然后推理分析已经落后 Grok 了，2030年273亿应该是上限啊，这个泡沫太他妈大了啊，这个事儿，我觉得呢，就是他们就讲说你不懂啊，这个你不了解 OpenAI 到底有多挣钱还有人说你这个16%这数不对啊，去年一年是30几亿啊，今年光上半年就已经是40几亿了，怎么可能才16%的涨幅呢？这个事儿呢也不是我编的数，对吧？我也是让 ChatGPT 去做这个深度研究，然后他算出来的数啊，他应该也是有出处的。但是呢，我就信任他了啊，没有去找这个具体出处是什么样的
啊，所以这个你要骂你去骂 ChatGPT，你不要骂我啊。好啊，我看看这边有什么评论。所以我经常用程序员啊代码佬来称呼他们，极少当面叫上极少当得上一句工程师了。这个事儿啊，呃，就是尊重还是有必要的啊，因为没必要跟自己找这麻烦嘛，对吧？昨天还是前天，石家庄对吧？一个外卖员因为被扣了70%还是80%的收入，把站长和副站长给捅死了啊！现在副站长是死了啊，站长还在抢救，对吧？这个就是大家都是出来混口饭吃，还是要相互尊重。老范讲 Web coding 之前，我都不知道这是这么个玩意儿啊，都是硬生生手搓给 Codex 定各种规则。这个后来发现，这不就是 Web coding 的工作流吗？啊，这个你要是会员的话，你还可以看到我去讲这个 Specify 啊，那个是这个Web coding 的进阶版本。美股狗庄财报披露，可以踩着45天线，币圈就不一样了啊，链上数据是实时的，这个就不了解了啊。这个策略交易更方便，我是真的不直接炒这些东西，做不了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情绪价值没有得到满足。程序员的一大特点是认人啊，拿捏好分寸，程序员还是挺好打交道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这个将心比心啊，首先要尊重。BTC 今天啊跌破了10万了，是这样的，美股是不是要崩一下啊？咱们等着看吧。如果程序员鼓励师有用啊，谷歌就不会有这个什么门部，这字不认识啊。好吧，这个程序员鼓励师这件事儿，我觉得是扯淡的事儿。但是我是见过很多这种特别有激情，对自己的这个技术非常热爱，然后愿意去进行深入钻研的这些程序员的啊。因为在开源社区也好，在各种的这种技术社区也好，这些人才是主流啊。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这些程序员的真正的热情啊，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才是程序员应该有的样子。而那种糊弄事儿啊，把事儿干的差不多就拉倒的这些人，真的是挺没意思的。程序员鼓励师还是养猫好啊？好吧，关公战秦琼的关啊，好吧，这个字儿就这个繁体字对于我来说都是比较考验的啊。最后一个啊是马斯克3小时访谈啊，这个也是大家很喜欢看的一条视频。按照马斯克的说法5年前就普及自动驾驶了。对呀，所以他是马斯克呢，对吧？他讲了还就有人信，然后他就真正往这块走了。有很多人讲完了，他啥也不干，对吧？一年一年又一年，5年完了还是5年，他最后还是啥也没有。马斯克讲完了以后，他就努力去做，这就是他真正比别人强的地方。啊，还有人说听说已经找好 CEO，准备把马斯克炒了。这个我觉得其实挺奇怪的，我特别不能理解这个，好像是挪威主权基金还是谁啊？是特斯拉的第一大股东，现在呢准备这个在马斯克的薪酬计划上投反对票。他们是跟钱有仇吗？把这个马斯克干掉了以后，特斯拉凭什么有这么高估值？完全是疯了吧这帮人啊！我一点都没法理解这件事情。啊，这个，但是即使是第一大股东，其实占的股也很少，大概1点几吧。啊，那么最后还是要靠各种散户把这个事儿拉起来啊。我相信马斯克的薪酬方案是能过的，但我真的很难理解这种主权财富基金是不是真的拿着国家的钱，拿着人民的钱，就开始胡来了。这个，我很质疑他们的这个思维方式。
还有人说老范对觉醒主义理解不到位啊，不只是性别问题，还有这个变相共产主义，这个我就真没有那么理解了啊，也没有那么大的耐心去理解。我们还是等着看纽约的新市长给我们表演吧，一位穆斯林的社会主义者啊，看看到底能表演出什么样的新故事来啊！我相信以后这种越来越极端的人啊，甭管是极左还是极右的人产生的碰撞。应该可以让这个远隔万里的我啊，这个有很多的瓜可以吃，这还是比较有趣的。而且现在这些人呢，甭管是川普啊，还有像这个，比如说意大利的那个梅洛尼呀，对吧？这个匈牙利的奥尔班呀，包括这个纽约这个新市长啊，就是甭管极左极右，还有这个米莱呀，就是阿根廷米莱这些人，对吧？他现在很像现在天气，对吧？天气什么的，就是以前是比较风和日丽啊，然后这个细雨绵绵啊，搞点这种事儿。现在呢，就属于特别极端，也就是要么就是这个暴晒多长时间干旱，要么就是这个暴风雨、暴风雪就来了。现在的天气也是变得越来越极端了啊，但是现在这些领导人们也是啊，这个你不够极端啊，都选不上，就是这样的。站在中间骑墙派，然后想抹个悉尼这种人都选不上。继续啊，说纯软件生态不可能是主流啊，什么微信、抖音都更不可能了。就像微软被苹果、英伟达这种软硬这个合一生态掀翻一样，特斯拉也是谋求软硬融合的这个平台生态。这个事儿啊，你对于苹果来说，其实微信就已经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的话，微信就已经是把它流量全都截流了啊，因为流量这个东西呢，最后是什么时候起作用？就是你可以影响交易的时候起作用。苹果已经没有办法去影响微信里边的交易了，所以它已经是交出指挥棒了啊！你不要说哎，苹果还怎么样了，这个现在大家不也天天骂吗？这个你这挤牙膏挤成这样了啊，你好意思吗？对吧？所以现在苹果也不行啊。特斯拉的话，如果它真的软硬一体行的话，它就接着造汽车去了，它就不会喊着什么我要去造机器人了啊。所以在这一块上还是会有一些变化。马斯克自己不也天天惦记做这个超级 APP 的吗？还有一条啊，说这个2015年，马斯克预测全自动驾驶将在几年内实现，大概是到2018年、2016年，他声称2017年底啊，特斯拉就能够实现从洛杉矶到纽约的完全自动驾驶演示。他还表示，到2020年，将有超过100万辆自动驾驶出租车投入运营。2019年啊，马斯克再次预测，到2020年，特斯拉汽车将具备完全自动驾驶的能力。并且用户可以在车上睡觉。2020年啊，他表示非常有信心，在2020年底实现 L5级的完全自动驾驶的基本功能啊。这个有人把马斯克的这个以前的言论定了个核定本啊，非常非常感谢这位朋友。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啊，马斯克属于第一爱吹牛，第二呢，他吹了牛以后真的在干，甭管亏多少钱，他一直干，然后最后他把它干出来了。这个呢，就是我们喜欢的人啊，而且很多的时候啊。这个投资也好，或者做其他事儿也好，就是我们其实是乐观主义者。就如果你是个悲观主义者，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咱们都把这个钱揣兜里算了，那这个社会就会变得死气沉沉，对吧？乐观主义者就是，哎，这个事儿有可能有机会，那个事儿有可能有机会，咱试一下，对吧？然后马斯克就属于这种，哎，我试了，试完了以后不行啊，我再接着砸钱，再接着试，他就这么个人，对吧？所以我觉得这种人呢，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别的人呢，叫做2018年吹个牛啊，或者2015年吹个牛，过2天他就换了，对吧？你就像这个，比如说美团原来那叫什么来着？那个号称做 AI 投资的那个啊，做 AI 创业那哥们叫王什么？呃，我忘了他名字了啊。什么火推什么啊？这个VR 火我要做 VR 啊，然后比特币火我要做比特币，然后这个叫做什么 AI 火我要做 AI，就这种人。这种人，你说跟马斯克这样，他能够一如既往的告诉你说自动驾驶马上实现这个事儿，到底大家喜欢谁呢？对吧？自己心里去想一想。好啊，线上的都读完了。还有多少啊？这个墙内看繁体字，大部分是
要连起来，对，连蒙带猜是可以猜出来的啊，但是这个有时候打磕巴的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马斯克的信徒也很疯狂，不敢说他不好啊，这个倒不至于。马斯克也有很多二的地方，对吧？这个我觉得对于任何人事情，我们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断啊。有些事儿他干的还行，我们就夸他；干的不好，咱就骂他，对吧？这个才是一个正常心态啊。这个是我是信徒了啊，这个任何人敢说马斯克不好，我一头扎死在这儿。这种人叫疯子，叫傻子，对吧？没必要。建模我就不研究了，这种 AI 建模只能做那种雕像类的啊，这个我就不折腾了啊。这个 3D 打印机，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什么机会。特斯拉的软件是稀烂，这个不用怀疑啊。哎，是吗？我还真没怎么用过特斯拉的软件，我觉得 X 现在还挺好使的。深度前 CTO 王勇啊，出来创业后搞的这个懒猫微服啊，好像就是软硬一体策略。他的理由是，中国卖软件会赔的裤衩子都不剩，必须软件搭配硬件卖。我觉得这种就属于脑子有坑，对吧？这个中国最早卖的硬件知道是什么吗？那个东西叫加密狗，对吧？你卖个软件啊，一堆软盘，然后最后有一个插在串口上还是并口上的一个东西要插在上头，对吧？这个我觉得啊，还是要想办法怎么解决用户的需求，解决好了用户需求，自然就能挣到钱。你说你做了一个贼烂啊、贼难使的软件，然后还非要求人家付钱，不付钱你还要绑个硬件，这种就属于脑子有坑啊，不用理他。以前电影字幕看得多啊，看正体字无压力，但是手写是个挑战啊。我现在不行，看繁体字都看得很费劲，而且我有什么呢？就是老花眼啊，老花眼以后就是你看这种笔画多的字都很痛苦。美团的产品总监王慧文啊，对，叫王慧文，我就光记得姓王了。那时候还拉着那个谁，就是硅基流动的人一块折腾，最后把硅基流动那帮人也坑了。但是还好，硅基流动最后还是跑出来了啊。离开了以后，自己重新融资做的还不错。硅基流动我现在使的还是挺多的。你看好哪些 AI 应用方向啊？我觉得我最看好的还是内容创造啊，这个有机会再跟大家细聊。好啊，所有的都差不多了啊，这个我看还又多了一条。不过王勇的服务是很到位的啊，你买个 VIP，他会这个免费帮你定做软件，这就属于内卷嘛，这种很无聊，卖不出去就再接着内卷。来晚了，哎呀，你看你这点才来，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看你这个新录了一条养猫的视频，播放量很差呀，对吧？这个还是要坚持更新才能有播放量。学历还有用吗？有用，对吧？至少有学历的，说明你多读了好多书嘛。好啊，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啊。今天讲到头也就不到200人，好吧，这个没关系，再见。